试想一下，你已经7天7夜没有睡觉了，眼皮越来越重，视线也越来越模糊，可你就是硬扛着不睡，冲进超市买了一大堆提神醒脑的饮料，店员好心劝说你，这些饮料喝多了对身体不好，你听了忍不住的想笑，心想我他妈难道不知道不好吗？可我他妈的就是不喝不行，因为不喝我就想睡觉，一睡觉就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。芙蓉结完账，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，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了音响，然后开始疯狂的蹦迪，想尽一切办法来驱散睡意，有时候实在是扛不住了，只是打了一个哈欠，就立刻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，就好像黑暗中有什么东西在盯着自己。芙蓉赶紧一回头，可什么也没有看到，她不敢有丝毫的怠慢，接着奏乐接着舞，连水仙来敲门她都完全没有听到。水仙是芙蓉最好的朋友，一连好几天都打不通电话，所以赶紧到家里来看看她。芙蓉说自己最近一直都不敢睡觉，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盯着自己，只要自己一睡着，她马上就会扑过来。水仙觉得芙蓉这种状态很不对，于是赶紧找到了当地最有名的鸡婆大师。鸡婆大师一看芙蓉这种状态，就知道她一定是被冤魂缠上了，跟水仙当年的状况非常相似。既然说到了水仙，那我们就把时间线拉回到13年前，先来说一说水仙的故事。当水仙还只有14岁的时候，一天晚上，她偷偷地拿走了母亲的杯仙游戏。杯仙游戏也就相当于笔仙、碟仙之类的。她想学着母亲的样子，跟妹妹一起见一见去世的父亲，但可能是姐妹俩打开的方式不对，结果不但没有把父亲招来，反而被一个女鬼给盯上了。好在母亲及时出现，阻止了悲剧的发生。可就在当天晚上，母亲自己却死于非命。转眼过去了13年，长大成人的玉兰一直想用杯仙来联系母亲，想问问她到底是怎么死的。可不但没联系上母亲，反而被更多的邪灵给缠上了。好在一直有鸡婆大师在帮她，玉兰这才勉强活到了今天。而相比玉兰的思母心切，姐姐水仙却是整日里花天酒地，接到玉兰的电话就让她过来一起 happy。可玉兰明显不喜欢这样的场合，像一只鹌鹑一样缩在角落里。小强觉得自己很帅，想要调戏一下玉兰，可玉兰连话都不想跟他说。小强也是个有脾气的人，一转身就投河自尽了。去你丫的！等小强爬上岸后，无意中发现了玉兰的背包，出于报复，他把里面的东西全都倒了出来。一个铁盒子立刻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。小强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然装着一套杯仙游戏，于是众人在酒精的作用下，马上开始了一场作死挑战。等玉兰发现赶过来阻止的时候，在场的人几乎全都已经玩过一遍了。不出意外的，厄运陆续降临到了他们头上，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地点，统一的死于非命。其中一个死者的父亲是一名警察，他很快就找到了正在夜店兼职的鸡婆大师。两人一番调查之后，发现幕后黑手竟然是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水仙。不得不说，我之前还真是小看你了。原来早在13年前的那场杯仙游戏中，水仙就已经被女鬼附身了，在女鬼的操控下杀死了自己的母亲。可是被女鬼操控的水仙大脑一片空白，她根本不记得是自己杀死了母亲。而更加年幼的玉兰在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之后，大脑主动产生了防御机制，把这一段残酷的记忆彻底抹除了。所以姐妹俩都不知道杀死母亲的凶手是谁，而水仙真正的灵魂一直都被困在幽冥地府里。鸡婆大师赶紧找到玉兰，很快就准备好了驱魔仪式。虽然驱魔的过程有些波折，但最终还是成功驱走了水仙身上的恶魔。那我们再把时间线拉回到现在，水仙把当年的杯仙找了出来，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个鬼在纠缠芙蓉。通灵香、通灵蜡烛还有通灵饭，一切准备妥当之后，水仙就退到了一旁，让芙蓉用手指按在杯子上，然后提出问题。มีใครอยู่ไหมคะ？杯仙很快就给出了回应，而与此同时，对面似乎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。芙蓉赶紧问他是谁，没想到对方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。接着就有一个长得有点像王一博的男人出现在了眼前。ฉันคือคุณน่ะเป็นใคร？ผีหรือคนทำไมถึงมาอยู่ในฝันผมอะคุณชอบไม่ใช่มาอยู่ในฝันผมแล้วคุณก็ไม่พูดไม่จาคุณแค่ตอบมาว่าคุณคือใครนี่ไม่ใช่ความฝันนี่คือ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มึงเทปปะวะ？而在城市的另一边，博哥也从幻境中惊醒过来，他和芙蓉有着相同的遭遇，他也是整夜的睡不着，
也试图用通灵的方法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在纠缠着他。结果阴差阳错，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跟芙蓉产生了精神连接。他赶紧来找鸡婆大师，这个鸡婆大师还真的是无处不在，一会儿在夜店里兼职当舞女，一会儿又到酒吧里卖起了酒。可能这年头通灵行业也不好干。鸡婆大师听说了博哥的遭遇之后，介绍了一个叫小强的男人给他。你们别看现在小强是个男人，但10年前他却还是个女人。那时候的小强当然也不叫小强，而是叫做小美，是一个普通上班族。有一天心血来潮，跟几个小伙伴玩起了杯仙游戏，没想到自此就被邪灵给盯上了。从那天之后，小美总感觉有东西在盯着自己。直到某天在健身的时候，小美突然感觉杠铃越来越重。小美就此惨死当场。可当她的灵魂正准备前往奈何桥的时候，却突然看到路上有一个孩子昏迷不醒，一个灵媒正在给她招魂。可能是因为小美刚死不久，所以跟阳间的联系并没有完全的断开。于是她灵机一动，呲溜一下就钻进了男孩的身体里，也就此变成了现在的小强。小强也就是之前被玉兰拒绝后投河自尽的那位靓仔。鸡婆大师之所以把小强介绍给博哥，是因为小强是芙蓉的前男友。于是小强就带着博哥找到了芙蓉，想看看为什么他们之间会产生联系。一番操作之后，两人终于从不愿想起的潜意识里找到了一个共同点。原来10年前博哥还是一个鬼火少年的时候，一不小心就撞死了一个小男孩，可博哥却选择了肇事逃逸，而路过的芙蓉也选择了见死不救。看来多半就是这个男孩的冤魂在纠缠着他们，而那个男孩就是年幼时的小强。被撞死之后不但没地方说理，身体还被路过的小美占为己有，所以博哥、芙蓉、小强这3个人之间都是有联系的。可就在几人刚弄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，水仙却突然抡起椅子砸在了鸡婆大师的头上。原来当年的驱魔仪式并没有成功，至少是没有完全成功。虽然鸡婆大师把恶魔驱离了水仙的身体，但恶魔依然能够趁着水仙睡着的时候来控制她的思想。结果在那之后没多久，水仙就在睡梦中把自己的妹妹玉兰给捅死了。她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，直到听说了小强的故事之后，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妹妹或许也能跟小美一样借尸还魂。为了防止鸡婆大师阻止她，这才把她先放倒了。不过鸡婆大师只是短暂的昏了过去，很快就醒了过来，然后找到水仙进行了一场耳光大战。อีตอแหลอยู่นี่เหรอมึงว่างนะเหรอมาเสือก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กูอ่ะก็มึงนี่ยังไงสัตว์มึงตบกูเหรอไอ้สัตว์ได้อีนี่อย่าพูดกูจะ鸡婆大师虽然暂时落了下风，但他毕竟在体格上占了绝对的优势。回过神来之后，迅速把水仙给压制住了。一问之下，这才知道水仙不但杀了自己的母亲，还杀了自己的妹妹，所以一直在想办法让他们复活。鸡婆大师一听，立马就给了水仙好几巴掌，然后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臭骂。鸡婆大师的当头棒喝彻底打散了水仙眼中最后的偏执与疯狂，就像一道道闪电劈开了水仙心中厚厚的迷雾。故事的最后，水仙、博哥、芙蓉这才明白，原来之前他们睡不着，其实是因为他们一直都活在梦里，不愿意面对真实的自己。当他们幡然醒悟，对自己犯下的过错真诚忏悔的时候，也就完成了一次从精神沉睡到精神醒悟的蜕变。最终他们终于能好好的睡一觉了。套用张克家先生的一句名言，有些人醒了却一直睡着，有些人睡了却是觉醒的开始。影片到此结束，是不是觉得很乱七八糟的？是的，我也觉得很乱。导演试图打造一个因果报应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，但显然非常的不成功。如果你们听我的解说都觉得很乱，那我只能说原片看上去更乱。不过这部电影也不是完全的一无是处，最大的亮点就是那个睡着即死的设定，演员们也把各自的角色塑造得非常成功，将睡眠剥夺下的生理憔悴和心理崩溃刻画得淋漓尽致，让观众真切感受到了困到要死的绝望。当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变成了一个致命陷阱的时候，屏幕前的你们会不会放下手机，不再熬夜来享受安逸的睡眠时光呢？好了，关于电影的解说也就到此结束了。